现在已经60天了哈。民主党就是拿这个来，他第一拳就打过去，他说你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第二拳打出来，打赫克塞斯啊，对啊，你是执行的，我讲你犯了什么？你犯了战争罪。你犯了罔顾军人生命罪，还犯了攻击平民罪。第3拳打出来，很简单，是共和党人自己打的。参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叫图恩啊，非常支持川普。图恩他说啊，我们很支持你，但是已经打了快2个月了，我的老乡啊都不同意了。伊朗的战事烧掉了美国的霸权，今天关心共和党在逼宫，还有包括了 MAGA 也在分裂，民主党则是3连拳在补刀。美国，特别是在其中选举成为川普的末日，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现在是连 MEGA 的大将也正式的跟川普要来划清界限了。他是谁呢？过去一直在挺川普的这个是美国保守派的评论员卡尔森，最新他在他的 Podcast 节目上面跟观众认错了，他现在非常的不满川普，尤其是针对爱普斯坦的案件，还有川普在针对伊朗进攻的这个战争，他都表示非常的不满，而且他说：“我必须为过去支持川普这件事情来负责，向大家说一声抱歉，我误导了大家。”其实呢，我们看到不只是卡尔森而已，现在看到了非常多的知名的媒体人，其实呢也都在跟川普做切割，被视为是MAGA派，现在正在正式的分裂当中，包括了凯利啊、琼斯等等的知名的媒体人都开始批评川普，那川普则是最新发文回击这些人非常的愚蠢，而且他还说这些人智商非常的低。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些人智商都很低，包含川普在内啊。这个，其实他们都是一群蠢人啊，真的是我必须讲，因为这些蠢人的话呢，这个川普今天干这个全世界最强大部队的国家的总统，他被选上2次，绝对没办法原谅啊。这个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这个是这个基本上的伦理思想的大挑战啊，尤其是川普最近的话呢，这非常离谱啊，就是跟这个教宗之间啊你来我往的话呢，然后就是讲到自己假扮耶稣什么的。我这边要强调，这个 MAGA 的当初为什么支持川普，就有其实这个卡尔森还算是小咖了，真正大咖是马斯克，现在躲起来都不敢见了，因为等着 SpaceX 要上市啊什么的，他们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对整个全体的人类，对全世界人类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上的危机。首先，第一个，美国人是非常自私的，他们认为的话呢，原来美国人对人家大方是对自己自私，所以说这个 MAGA 里面就包含了只管美国事，不管其他的事情，不管其他人死活，跟美国都没有关系。所以川普的话呢，第2任一上来退出一大堆组织的话，那个时候 MAGA 还没有生气，他的支持率其实还是有50%以上了啊，那个时候这样子。然后第2个的话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川普本身呢，他自己一开始啊，就是强调拜登很笨，然后又撤退也不行，然后他是唯一没有打过仗的总统什么的，一直做这种广告，就是美国不但要管自己的事情，美国要强大了就不管人家事情，因为美国人都知道，美国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原因，就是1次世界大战、2次世界大战，美国都知道了，绝对有把握的才出手，那时候就整个收割了。为什么美国今天有这么强大的情况下，就是因为美国在参战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我们在垫人头，为什么我们一直到底说我们抗战是8年还是14年？欧洲人只讲4年。甚至4年都不到，因为那个最辛苦的前面6年，6年加8年，或者是4加4年，是我们中国人用人命贴上去的。说大家讲起来，稍微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有点感觉，但抗战历史都不忍卒睹。但是美国就是非常清楚，只要战争你不参加，等到人家打得差不多，你再一参去，你就开始收割了。主要这个大家都知道，像苏联他们能够拥有这个机会，是因为用人命垫出来的。死亡唯一死的国家是比中国还多的，就是苏联人，对不对？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始终啊，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士农工商啊，但是川普始终打的他是商人的招牌。到现在有很多人觉得，你刚刚讲的说是谈判的力量，阿拉格写的，那川普写了个交易的艺术，哎呀，大家都觉得了不起，交易很烂，写的很烂又很薄，里面都是极限施压，逼到人家不得不接这种条件，大概都是这种原因，就按照这种搞法。但是大家对美国的文化，商人在美国的地位当中，川普的第2任，他用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第1任装模作样用一大堆将军当那个国务卿，对不对？结果都吵翻了，全部都 fire 了。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川普用的人，什么卢特尼克啦，什么贝森特，全部是华尔街出来的人呐，对啊。
这种商人执政的结果就只有短线没有长期啊。所以美国的文化当中，他们那种自私的文化啊，他们那种收割人家的文化，以及他们这种重视商人的文化，构成了 MAGA。所以呢，卡尔森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啊，他原来支持川普的时候那个态度，把人家讲得一文不值。美国有什么好了不起的？美国根本就没什么文化，我当年就没去美国读书啊，就是因为我要学哲学，我如果学化工，我也留在美国了啊，就这种情况，对不对？美国有什么好得意的？我们说良心话，那你现在卡尔森讲的这种事情，讲的你包含还有你漏了一个 Green 啊，他们基本上来讲说后悔自己曾经支持过川普。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的话呢，受害的人是我们世界的无辜的老百姓啊，伊朗被打死的人呢，3000多人，连包含了168个小女孩啊。对。好，我们看到川普的第2任期，确实现在造成的是 MAGA 内部大分裂哦。除了刚刚岳老师帮我们整理出了非常多的资讯之外，还有我们看到的是川普真的是到处开战，除了辱骂其他人之外，也跟各个国家到处开战。那包括我们提到，包括讨论了很多的伊朗啊，或者是委内瑞拉，甚至他也放话格陵兰、加拿大、古巴、哥伦比亚都威胁哦，还有最近的教宗等等。那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民调，川普支持度到底如何呢？现在支持川普的人大约占36%，反对者已经高达了62%，只有26%的人认为他的脾气还算平和稳重，50%认为他的判断力正在急速的下滑，精神状态疑似出现问题吗？委员怎么看？对川普最近的表现哦，的确是让大家对他的认知能力跟精神状态开始高度的怀疑了。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川普永远是活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他可以自导自演、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哦，就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可是跟真实世界几乎完全没有连结哦。那么这种情况其实美国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哦，就是当时威尔逊总统在这个任期的末期的时候，因为中风，然后呢，当时是白宫封锁了这个消息哦，所以那个时候重大的决策都是由第一夫人来决策的，因为他们怕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当时正在这个一战的时候，他会怕影响后续的发展。然后到了拜登总统的末期的时候，其实外界也高度的怀疑说，他当时的这个认知能力也开始在下降。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学者跟专家，当时在拜登政府工作的人，他们也对外说，在后期他们想要见到拜登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川普了，那当然你说川普可能身强力壮，可是毕竟我还是说岁月不饶人啊，就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某种程度的风险是存在的嘛。所以其实美国现在不是只是嘴巴讲讲的，美国非常多专家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像这个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叫做 Dr. Gardner 哦，他说什么？他说呢，川普有失智症的征兆，他的发音不断的出现错误，他有恶性的自恋，然后他有逻辑的矛盾哦，他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然后他讲了一句最传神的话，他说唯一比希特勒更危险的是一个患有失智症的美国希特勒哦，事实证明的确哦，就川普今天对全世界造成的伤害，比起希特勒也快要追上了啊。然后另外一个美国华盛顿的认知治疗中心的专家他就说了，叫做 Dr. Greenwood， 他说川普哦缺乏现实感，就跟现实完全脱离，对自己做的错事没有悔意啊，完全没有后悔，而且有这个强烈的狂躁症的趋向啊，所以他也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心理学家叫 Dr. George， 这都很有名的专家，他说川普有病态固执。强迫性的重复话，一直重复在那边讲，说他胜利了，他胜利了，他胜利了。然后呢，认知感也对于现实也有问题。所以这3个是学者非常有名的认知专家跟精神学者、心理学家所做出来的分析。所以民主党现在就要求了，民主党的这个众议院的领袖要求白宫医师要对 Trump 进行认知评估，说他的认知状态有问题。那么，甚至民主党有另外一派呼声哦，这个情况如果持续恶化下去，共和党都有可能会支持，就是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修订，第25条就是说由副总统跟内阁阁员认为总统已经不适合再领导了，叫总统下来，然后换副总统领导。这件事情不见得不可能发生。川普如果再这样自导自演、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下去哦，美国搞不好真的哪一天就援引了宪法第25条了。对，我们再看到，那其实民主党他其实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还是火力全开的。还有哪些人对川普喊话呢？包括了加州的州长纽森，他要挑战总统大位嘛，2028，他说川普对这个伊朗开战，推升了物价跟通膨。纽约市长他直接说了，
你川普每天花超过5亿美元去杀害成千上万伊朗、黎巴嫩的人，却让全球各地的劳工阶层生活崩坏。共和党内部也说，你花数千亿美元的金额去打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你应该在此刻赶快想一想有什么退场机制吧。干哥怎么看？对，他说现在已经60天了哈，快了，4月28号就要满60天，满60天以后，其实老实讲一句啊，民主党就是拿这个来，他第一拳就打过去，他说。我告诉你，你没有经过国会授权，你这要叫违宪，好不好？然后，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共和党在参议院、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嘛，对不对？这个案子本来是要弹劾他的，没有成，没有成，人家第二拳打出来，打谁？打赫格塞斯啊？为什么？很简单啊，赫格塞斯，我跟你讲，你是执行的，我跟你讲，你犯了什么？你犯了战争罪，你犯了罔顾军人生命罪，还犯了攻击平民罪。啊，这些这些都是民主党人拟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如果战争罪以下这些罪都成立的话，那赫格塞斯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第3拳打出来，很简单，是共和党人自己打的，60天了。你要告诉我你要怎么退场？如果你不退场的话，那我们坦白讲一句，参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叫图恩支持川普的，非常支持川普。图恩他说我们很支持你啊，但是已经打了快2个月了，我的老乡都不同意了。我的老乡是哪里呢？南达科州的农民们，我就是那里面选出来的。选民不同意。对呀。我是南达科州选出来的。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美伊战争打到现在，美国可以说打仗打到快破产嘛？因为最新我们来看到这个数字1兆美元的战损，现在黑洞这个数字正式的曝光了，真的让美国非常的压力大。那么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我们等一下会来关心到其他的战损，包括了现在看到的是加油机呢，可以看到上面都是满身的各种的弹孔。再来，美国的农民非常的气愤因为他们的肥料的价格已经高到不可思议了，简直就要把他们给压垮了。当然了，农民的反扑也会影响到川普的选票。现在呢，川普他着急着谈判，要赶快来解套这一场战争。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是这个消息出来，美国是不是已经打仗打到快要受不了了？因为呢，川普他亲自表态的，2天之内就会可能恢复美伊的谈判了。他现在急着要谈判，范斯赶快也为他补一句话说，继续的为川普希望达成的大协议，我们要赶快来奋斗。为什么这么担心？赶快来看到到底这一场战争得让美国付出多大的代价，付上多大的成本呢？先来看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成本，上看统计起来已经达到了1兆美元，换算新台币超过31兆新台币。光是开战前6天就花了113亿美元，每一天烧掉20亿美元的一个金额，而后续还有很多长期现在还没有办法算出来的费用，包括这些后续的重建以及军事资产的一些战损等等，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么我们来看到伊朗呢，伊朗当然也有战损。我们看到美以这边伊朗做了评估，美以针对于伊朗的攻击造成的损失，一共是高达了270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8.6兆。那么光是这个伊朗每天的损失大约就是4亿美元。换句话说，打人的美国来说，花的钱是比被打的伊朗还要更多的。战争的成本之外，其实华盛顿现在也很紧张的，就是有关于前几天我们讨论了美国有非常多的武器嘛，那包括了很多的战损，像是战机啊各式的武器。战损出来，不过现在又被拍到了这一架，我们看到上面都是弹孔，这个是美军的 KC-135R 空中加油机，布满了弹孔这个急需要回到英国的基地来做维修。另外呢，为什么这个时刻布希号它平常是经过地中海的，或者是它现在呢直接是避开了红海跟曼德海峡，绕到非洲要前进到中东地区，原因是因为担心伊朗跟胡塞组织对于它的攻击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先来请教干哥怎么看？美国的战损大于伊朗，而且大了非常多。这一场战争被视为说是美国亏大了吗？那川普急着说2天之内要谈判，原因又是什么？上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在盘算美国的军费支出到底是多少。
那个时候专家算出来是一个月，如果照这种打法的话，平均是100亿美金。如果你打了超过3个月的话，那你就可能会到300-400亿美金，对不对？现在哈佛的学者比尔姆斯他认为说，绝对不是这样。该打前6天花了113亿，接下来每天要烧20亿，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已经打了40天了，42得8，不就不是等于800亿了？快1000亿美金呢，对不对？加上前置，已经到1000亿了，不对，这个数字还是不对。为什么？再打下去会到多少？会到真正到了3000亿美金，也就是到你不可想象的数字。为什么？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什么叫看不见的东西？军人的薪资你要不要算？还有你这些前置作业要动用民力的这些支出，我跟你讲，那要一层一层剥开来去算，像剥洋葱这样去算。坦白讲一句，他讲的1兆是台币啊，就他1亿美金，不是，就说1兆美元， 1兆美元， 31兆对不对？台币，对，啊，31兆台币，这个金额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能够被计算出来的。这种金额，等于是说，以美军出动的他所需要的前置部署，以及他在运行之中所碰到的营运成本，1兆美金其实是很正常的数字。那再来看到这一架飞机被打成这样，已经变蜂窝了。那你想想看，这架飞机如果真的其实我有一点怀疑这是 AI 做的。它如果是真照片的话，这架飞机被打成这样的话，它的压力壳早就已经毁坏了，它不能补丁补成这样。也就是说，这架飞机它可能不是真正的被打穿。如果被打穿的话，压力壳补不回来。它可能是被弹。什么叫被弹？就是它的表面受到的子弹擦伤，对，擦伤。老师讲的对，它可能是擦过，而不是穿过，所以它还补得起来。KC-135是老飞机了，它经得你这样打吗？你知道吗？我光看到这张照片，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这架飞机要花多少钱修理。光是这样的弹孔要1亿美金才修得起来，光是这样的情况就要花1亿美金才补得回来。那这个飞机新的就值1亿美金啊？对，新的飞机就值1亿，新造的，你补它回来你要花1亿。所以我今天坦白跟各位讲，美军的花费是你看不见也想不到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大家就会想到说，原来美国所付出的战费是这个样子。那再看伊朗，就是说现在平均的损失，伊朗它应该损失了2700亿的美元，大概是台币8.6兆，对不对？平均一天是4亿。那跟我刚刚讲的，美军一天是20亿。那你显然是人家伊朗的5倍，你每天要花伊朗5倍的钱去支撑你的战争行动，这样划算吗？绝对不划算的。所以伊朗已经把他的损失，大概台币8兆的损失，提交到跟美国在那个巴基斯坦的谈判里面说，要先2700亿美金，我们的损失要赔，不赔的话，这谈判很难谈得下去。可是说句实在话了，尼坦雅胡就讲了，我等打仗的损失还有我赔你的，对不对？我恨不得把你给打烂了，怎么可能赔呢？川普的态度也是一样嘛。所以这个和谈是真的能够有结果吗？只是我们还是认知的这个结果是说，美军的军费要比伊朗要高得多。最先撑不住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好，美国要耗费的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那同样问题也特别请教张老师。那另外就是布希号，他现在要去中东嘛，但是他避开远航道，走非洲的路线，那是担心胡塞组织等等吗？那张晋老师怎么看？事实上啊，这个美国面对这个战争确实没有那么的轻松。除了战争之外啊，刚才啊这个华干兄已经讲了很多这个日后要去解决的问题。你不要忘记那个大佛、那个大雷达是整个毁了，那个要重新弄起来，300亿起跳啊，对不对？美国这一次啊，事实上，这个你今天要打架你不但能打别人，你还耐得起打。这个美国从来没有想过伊朗敢去反扑，然后打他在中东所有的基地，他的基地其实防护都没有加固，所以那真是损失惨重。所以他重建设施跟军事施展
哦，那个算起来那是更是不得了。而且这次啊，他这个就是如此挥霍，大量的耗用弹药，你要补充那个这个弹药啊，我是觉得我们今天还在这边炒1.25兆我们特殊预算，美国自己把自己弹药库补满，哪有时间帮台湾去生产任何东西？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光看这个角度就知道，另外一个压力啊，就是这个经济的压力。我们讲一个最简单，这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不对？这个4、5月大豆要下种，麦子要下种，7月8月要好好长，9月10月要收，11月要投票。你想想看，他急翻天了，结果你这个时候屋漏偏逢连夜雨，肥料上涨了。对不起，肥料的时候是收成时还是春耕夏耘？这时候才是需要肥料的时刻。所以你看啊，这个屋漏偏逢连雨，什么玩意儿都要在一起。所以在这时候啊，他的所有的行动方案。我必须要讲，他当初这个战略选项在野战战略上之中，他的行动选项没有达到行动自由，没有办法让伊朗从他的意志来行动，就已经输得干干净净了。好，确实如张健老师帮我们特别看到，所以现在压力就在川普的身上，因为他面对的是这些来自于农民的压力，因为刚刚讲的嘛，这些肥料的价格飙涨，这幅度不是涨一点点而已，是涨高达40%到50%，包括这个氮肥啊，还有尿素价格等等。那农民被迫减少的施肥量是达到了1/3。川普的压力还有哪里呢？包括油价，本来呢能源部长说这个油价会回落，结果现在说上看最高甚至可能到达$170。政治上呢，川普要面对的包括来自共和党的压力，还有意大利等等保守派盟友的压力，还现在说跟这个教宗给杠上了。那范斯还警告教宗说，你不要来插手任何美国的政策啊。川普接下来怎么办？那岳老师怎么看？我先强调这个川普这个人，原来我一直说他又笨又坏，现在他是无知无耻又无能。说真的，我很少形容这个人。我跟大家强调这边川普搞的事情不是宗教冲突啦，是宗教亵渎啦。那大家因为我们这里的环境谈到有人假扮耶稣，就好像是那个唱戏的假扮玉皇大帝一样，没差啦。对不对？但是这个对于一神教的信仰来讲，那不得了，你知道吗？在台湾有人去假扮妈祖，你看他会不会被打死在街上？不是，我跟你讲就是妈祖也演过戏啦这个，但是人家这边演到的一神教的信仰，就是不能够具体化。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无知人，所以说大家就翻出来影片就是想到叫川普开口闭口他是伟大的基督徒，教授，你可以把圣经里面的内容念一段，就五饼二鱼里面这种事情他都说不出来，他完全是假的啦。他每次在教会里面做礼拜的时候，那个样子都是闲着，好像很无聊那种感觉，脚插的什么，手上握着2张钞票，人家一来捐款就丢下去了那这个我会觉得说，你要问到说油价飙涨，他自己搞出来的，因为我请大家认清楚一件事，川普在讲说，我们不需要荷姆斯海峡我们美国油多得很。乱讲！如果不需要荷姆斯海峡，那美国的加油怎么会涨价呢？美国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嘛，这是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美国本身的炼油厂大家都炼中东的油，美国长期来讲都是进口中东的油，所以中东的油本身在炼油厂是属于这种炼的。那美国现在拥有委内瑞拉油，也没听说他赚什么钱呢？委内瑞拉都是重石油，他怎么炼的，对不对？那要重新安排装备。但是你现在的话呢，战争发生这么突然，大家就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伊朗是被侵略的。我们都忘了，我们就好两国打到乱讲是伊朗是被侵略的，伊朗好端端的还被骗，那个哈梅内耶是被骗杀的，他不是自杀，也不是他杀，他是气冲冲的准备接下来要到那个维也纳去谈判的结果，而且谈判人就是伊朗的女婿跟那个什么维特科夫，还是相当具有分量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再强调一遍，无知无耻又无能的人，那你还要选举选什么呢？所以说现在一般来讲的话呢，大家原来洪州说句良心话，我们现在对美国不要客气了。美国选出来这个总统，他唯一真正帮助的事情就是帮助中国再次伟大。所以说我常常讲，他不叫 MAGA， 他叫 MAGA 就是 make MAGA， 就是说是 make China not America great again 他结论就这样，叫 MAGA。MAGA
就是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来继续关心川普说的这个史诗级的狂怒，这个是虚张声势吗？我们也要来看到的是美伊的战火在升级之下，现在呢，海湾国家首个国家他宣布他也要参战了，可能会来参战的就是阿联酋。那阿联酋他一旦参战了，其他的海湾国家会不会也看到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决定一起跟着阿联酋来参战呢？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在美东时间4月1号，台湾时间的早上9点整，川普发表了这一场长达19分钟的全国演说。好，当然了，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是，他一定又在这个演说上面不断的吹说自己做了多少事情，那有多大的一个胜利等等。他把这个他所做的这个攻击包装成一场干净利落的闪电战，并且呢，他说接下来2到3周的时间，美军会对伊朗来展开极度猛烈的打击，要把伊朗打回到过去的石器时代。川普赶快也来看到，他列出了哪一些他说都是自己所做出来的战果。首先他说，伊朗现在的海军已经灰飞烟灭了，空军也是废墟，国家领导层遭到歼灭，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系统被瓦解，还有飞弹与无人机的能力已经大幅的削弱了。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也来帮我们看一下他所说的战果到底达成了多少。立刻呢，我们看到路透社是直接打脸了美方哦。他说，美国其实并没有单方面的碾压，反而呢，看到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持续在波湾跟以色列发动各种的攻击，以色列也针对德黑兰的政权据点持续的打击。他说，双方啊现在仍然在持续的交火，这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一个回应。那么《华尔街日报》也立刻揭露了，说川普啊在自家社群上面说呢，伊朗的新任领导已经提出停火，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也是假的。再来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最在意的石油问题，他这一场演说上也有做了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美国未来不会再从荷姆兹海峡进口一滴的油了，还呛他的盟友们说，好，你们要油可以啊，但是你们自己去夺，自己去抢，自己去保护你们的油，不然呢，你就是跟美国来买油。然后呢，再来就是看到了，其实现在这个媒体也特别点出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但是川普他根本就没有要解决，就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狂飙，民众苦不堪言，川普都没有解决，还有包括了这个经济上面，在战后的一个经济的后果，通通都避而不谈。好，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要来看到了，现在呢，这一些传统的共和党的人对于川普开战，最新民调支持率暴跌了48%，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所以我们特别来看到说这一场演讲，赖老师怎么看？那对于传统的共和党人，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暴跌48%，对于接下来的选情，赖老师又怎么看？这影响很大，对于川普的选情，还有最主要是共和党的选情的期中选举嘛，11月份马上要开始了。他本来就没有民主党的票，独立选民啊也很明显的不再支持他了啊。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No King 的活动里面有3200场，超过900万人。第一次的活动在去年6月发生，500万人参加而已。第二次的活动在10月发生，700万人。这一次就已经超过900万人了。然后第一次的活动就在大城市，这一次的活动是已经到社区了啊。第一次的活动他们在兰州，这次的活动不但到红州，而且到摇摆州，像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都已经动了啊。过去川普在宾州里面拿到的一个小社区，他的这个选票是拿到6%，可是这次走上街头的人数不在少，这都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就是说，民主党的、独立选民的，甚至连很多的共和党人都跳起来反对。所以共和党的大咖他们自己都跳出来说，情况危险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再走下去的话，他们在这一次的期中选举稳输无疑，稳败，不但是参议员败、众议员败，甚至连州长有些部分的州要改选，都可能会败。那如果国会里面参众两院都败的话，这个对于川普来说是绝对不但跛押，而且还会面临被弹劾的问题。那你想对川普来讲怎么办？
川普就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赶快下车了。可问题是他现在下不了车啊。那下不了车，因为最早他的任务，他认为啊，伊朗很容易屈服，所以我只要让你屈服，你就愿意跟我谈和。那怎么样让你屈服？最好的方法就是斩首行动。那斩首行动成功了，可是伊朗没有被屈服啊，因为他们的接班人马上就上去了。那杀了那么多人，接班人上去，斩首行动没，那现在他该怎么办？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因为伊朗已经很明显了，我不给你下台阶，我就是不给你下台阶。第二个，他回过头来找盟友，可不可以给我下台阶？例如说，盟友都涌在他旁边，那就是代表他战争很有正义性嘛。结果他的盟友都跟他保持一个距离，是这个欧洲，整个欧洲、北约都说这不是属于我们的战争，我们不愿意介入。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显得越来越孤单了。所以他在国际间被孤立，他在盟友间被孤立，他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他在联合国没有得到授权，所以他是一场不义之战。这么多的负面的新闻全部都出来的时候，然后伊朗还是坚持不给他下台阶，他到底该怎么办？他给自己下台阶嘛？我赢了，我赢麻了，我就是胜利。你怎么说？政权更迭的，你政治学家再怎么出来说，这不叫政治更迭，那是你家的事，我说了算。对，我说政治更迭就政治更迭，好。我说海空军被摧毁了，你要说海军还在呀？不，我说了算，海空军被摧毁了，无人机已经没有了，还在飞啊？没有，我说了算，没有就是没有。导弹还在打啊？没有，它被我削弱了。那核武呢？没有了，他现在短时间做不出来，不然你叫他打一枚看看，他就是做不出来嘛。所以他现在是绝对没有，将来也不见得会有。好，所以我全部都胜利了。那你说，可是你讲的都不是事实啊，没有关系，我胜利了。所以他给自己准备好下台阶。那目前来讲，就是怎么样拍一场大戏而已。所以我相信他的好莱坞的导演跟摄影师都拍过去了，到时候登陆的时候就拍一场大戏，轰炸的大戏，登陆的大戏，南岸登，北岸下，刚刚好结束，是开心的不得了。拍大戏，拍完了以后在影片上放，川普第一名，他胜利了。胜利。好，川普他自导自演的、自己拍的这场大戏，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如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了嘛？这盟友不赏脸，尤其现在是在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哦。川普还说呢，要这些盟友自己，你们要油的话，要么跟我们美国买，要不然自己去抢油好了。接下来怎么解决？宽哥怎么看？川普是呛英国啦，就说你们缺油哦，你们就自己去荷姆斯海峡自己去护油哦，自己去抢哦。那我们要把这个大架构现在跟各位谈清楚哦。美国是全世界出口油最多的国家，但也是进口油最多的国家。那可能很多观众会说，奇怪了，他干嘛干这种事呢？这要谈论到政策的问题哦。在科技还没有那么发展的一个时代，195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想法是油有一天会用完，所以美国我们就不凯自己的油，我们有钱嘛，我们就跟全世界买。那时候跟谁买最多呢？跟委内瑞拉买最多，所以美国他们在波斯湾所有的炼油厂，那个都是重流质的炼油厂。简单的说，那个油厂没有办法炼中东的油，所以他说他不买中东油，是因为油不一样，油有分为轻质油跟重流质油，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因为那时候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时候，有4个国家是化外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打死，所以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是可以跟伊朗买油的，伊朗的油很棒，是轻质油，所以我们台湾的中油，我们台湾的那个台塑的油是很好的油。那为什么呢？很好炼。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讲到这个之后，就要谈论到全世界的一个局势了。没有想到有一天美国它出现了页岩油，它又发现了很多的一个油井，结果连以色列都发现油井。以色列目前外海发现的那些油井，据说目前已经开了3座，未来还会开5座到7座，所以以色列未来130年的油，各位。自给自足绝对够，加上他们有很强大的一个能源系统。那谈论到这个，很多人就会说，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油很重要。各位还记得吗？1月份的时候去委内瑞拉，为什么抓马杜洛呢？川普他也不遮，他就2只手一伸啊 ，all the gasoline 啊，全部都是为了石油。那今天他也没遮哦，他今天那个19分钟的演讲当中，他还是谈石油哦。但现在油就麻烦了，为什么油是麻烦的呢？例如说，我们在亚洲的话，因为我们距离中东近，而且长期我们的油都是用中东的油，用习惯用好的油，所以我们拿到困难的油，我们没办法炼啊。各位，我们没办法炼，韩国也是，日本也是。那过去日本他们用沙克林线还从俄罗斯可以来，可是后来俄乌大战也被砍掉了，所以未来怎么办呢？简单的说，这是一场大棋。
什么叫这是一场大棋呢？未来的买法全部都要改变。未来的买法就是不能再从中东进包括6成到7成的油了。未来要各地同时来买，可能要排说跟那个足球赛有点像啊，就排3331。或者是432，或者是反正就要有不同的替代法则。那我们来谈谈目前台湾的策略哈。台湾的策略，卓荣泰院长已经说了哈，我们目前5月底前，我们不缺油，我们也不缺天然气，但目前缺的是塑胶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溢价。我们就溢价去买，那当然溢价去买，中油承担，后来还是要全民来补贴。我觉得这个倒是小事，但有一件事要来跟各位做提醒哦，分批购买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日本跟韩国的半导体厂现在是哀哀叫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特殊气体拿不到。那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台湾的台积电没这问题呢？各位，原来这个问题在2022年就发生了。2022年那时候，因为俄乌大战的过程当中，很多半导体需要的特殊气体。从哪里来？天然气提取的过程当中，分离油气，冻到零下270度，把很多不同的气体炼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氦气。然后呢，很多的钢铁厂他们在炼钢的过程当中，会分离出很多特殊的气体来，这些气体一一的慢慢收集完之后，就可以给半导体厂用。但俄乌大战那时候出现一件事情，有钱你都买不到。所以我们台积电那时候就想说，不行了，该贵要给人家贵，所以台积电就分开购买。所以这次台积电说得很清楚了，台积电说我们目前的气6个月通通都够，结果韩国说，哎呀，可不可以一点点分我们？可不可以再暂时啊，还分你们啦？韩国说他们的气目前只能够撑2个月，原因就在这边哦。但就未来来说的话，如果美国他们是出口油最多的地方的话，这次在战争当中，当然它战争也花了很多钱，但这是有很多国家是紧急去跟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跟澳洲买油跟买天然气，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水很深，未来的国际局势会怎么变，都看战事未来会怎么变化。能够停战最好，如果不能够停战的话，油一直上去，全世界的景气受损，股市会跌。那各位，你的口袋都变少了，你会支持这场战争吗？好，我们现在看起来，川普就打到现在，其实也已经不管了，就撒手，然后让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自己去给盟友们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去承担后续的风险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的是说，这一些波湾国家一定是在这场战争里面看在眼里，他们认为说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首个国家现在准备参战了。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国家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披露，说是阿联酋啊，接下来要协助美国了。阿联酋呢会成为第一个在遭到伊朗攻击之后正式加入参战的波湾国家。等一下请将军来帮我们盘点一下他的军力到底如何？现在根据最初步的了解，中东它这边算是最精锐的高科技军力，主打防空跟这个空军。然后呢，它有配备 F-16跟萨德系统等等，也有实战经验。重点是它的整体兵力大约是58000多人，其中陆军是最多的，等于是一个有钱又能够打的海湾国家。那其实，在它这样的消息一传出来之后，伊朗它是立刻就攻击了阿联酋，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攻击，共造成11人死亡。将军怎么看？其实阿联酋这个国家哈，它土地面积大概有8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017万哦，可是它人口88%是外来的人哦，不是都是他们阿拉伯人哦，所以你认为这个国家它会团结吗？你再看这个名称哈，阿联酋为什么叫阿联酋？阿拉伯联合酋长共和国哈，就是很多个部落聚集在一起，我们组织一个国家，所以各部落有各部落的想法。当然，这个中东地区不只是阿联酋了，包括到科威特哈，包括到卡达这些，包括甚至于沙特，这些都是王公大爷的国家。我跟各位报告，只要有钱就不会想打仗哈。阿联酋哈，它的武器装备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非常的豪华哦，它那个阵容非常好。它除了空军来讲，它除了有 F-16的战机有77架之外哈，它还有幻象战机哈，有57架。除此之外，大家很讶异，它还有 F-35战机，还有50架，你说豪不豪华？那地面部队来讲，它的战车哦是法国这个第一线的战车哦，叫做勒克莱尔战车。除了这种战车是主力战车有390辆之外，它还有 M1 战车，也是美军都是第一线级的战车。那当然，它在这个地方海军其实海军实力也不弱了哈，所以说它的装备确实是非常的豪华。可是你要知道哈，这个，你说如果说是要打仗的话，他是完全没有作战经验。
但你反观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它从不要说以前它是波斯帝国时代，就说近代来讲的话，它刚打完这个2伊战争，它2伊战争打得非常的激烈，那到最后人海战术都打出来了所以海湾国家不只是这个阿联酋这个现在他出来讲说要协助美国参战，我觉得最大一个可能就是怕美国脱身走了，那没有关系，这个小弟我继续加入你的行列，继续来帮你打。这有一点像什么？你知道，就是有一只这个大狼狗带了一群吉娃娃那大狼狗被打败以后，被咬伤以后，这个吉娃娃在后面帮忙这个呐喊这个我来帮你打，我来帮你打。不是我瞧不起海湾这些国家，我跟各位讲这个第一个我们讲这个海湾这些产油的国家，科威特，你知道那时候那一年伊拉克打他用了多少时间？就整个国家被伊拉克并吞掉嘛。大概6个小时从早上出发到中午，连走路都比走路都还快。中午12点他就彻底投降了。我们讲沙烏地阿拉伯好了，沙烏地阿拉伯它的装备也非常的精良，但是它的油田经常被这个胡塞无人机攻击，最后靠谁来保护？它也是靠甚至包括我们台湾那时候都组织大漠远征队去帮他保护他的油田，他还跟中国买他的这种无人机打无人机的装备叫激进狩猎者来保护他油田。所以海湾这些国家，我觉得他如果说是要这次讲说阿联酋说要帮美国打仗其实是要把美国拉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走，小弟我帮你撑腰你不要怕，我继续帮你。但是那种场面确实是如果说看在懂得军武的这种军事的这军迷眼中真的是笑话一则。